时隔1月，来奉上我的小碗一锅蒸 3.0， 一荤一素一汤一饭，依旧是经典配置，鸡肉、猪肉、牛肉、鱼肉也是一应俱全。一周晚餐加周末甜品，一个蒸锅轻松搞定。周末的简单备菜是我们的老惯例了，前一个周末我们需要采买这些食材，其中糯米要记得提前泡一泡。之前连续做了2期肉饼，这回就来吃个肉丸。肉末里加点莲藕和胡萝卜碎，来点调料和小葱，抓拌均匀。选个你喜欢的方式，团成小肉丸，再到泡好的糯米里打个滚，安置在胡萝卜底座上，珍珠糯米丸子就备好了，送进冷冻储存。剩下的肉末可以在油豆腐上扎个小孔，塞进肉末就成了油豆腐塞肉，同样送进冷冻，等待召唤。最后给火锅牛肉片加点调料，做1分钟马杀鸡，再加榨菜和油抓匀，这个放冷藏备用。还有之前的微波蒜蓉酱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准备工作毕。周一就来吃无敌下饭的榨菜牛肉一锅蒸。下班前手机下单这3样食材：娃娃菜培根切小块，放进碗里，生抽调个味，加清水，把之前懒人叠锅里的食材换到小碗一锅蒸里。昨天做糯米丸子还剩下了一些糯米，今天刚好可以用来蒸糯米饭。2碗一起上锅蒸，设定半小时。蒸制的空档，把半盒鸭血切小块，加清水，放姜片，微波2-3分钟，焯个水去个腥，和半盒豆腐块一起放进小碗里，再按照屏幕上的食材调个香辣酱汁浇上来。昨天腌好的榨菜牛肉也拿出来，还剩10分钟的时候，放上剩下的2碗一起蒸。时间到，一锅出，点缀一下葱花，哒啦！我之前也没想到榨菜这么质朴的食材居然和牛肉的鲜香呼应的那么恰到好处。麻麻辣辣的鸭血豆腐，低脂又能补血，有了这2道下饭菜的加持，米饭真的需要一大碗。周二轮到珍珠丸子一锅蒸啦。这天下班回家，先泡个粉丝，再从冷冻里拿出周末备好的珍珠糯米丸子，上蒸锅设定25分钟。这会儿把昨天剩下的半盒豆腐随意戳散，再打个鸡蛋浇上来，粉丝打底，铺上娃娃菜，浇上微波蒜蓉酱，再调个你喜欢的主食。还剩15分钟的时候，剩下3碗一起上蒸锅。时间到，一锅出，用生抽和香油给豆腐蒸蛋调个味。哒哒！珍珠糯米丸子曾经在我眼中是宴客的大菜，一口咬下，肉末的油脂渗到糯米中，还能嚼到莲藕和胡萝卜的清甜爽脆。现在想来，就应该把自己当作贵客来招待呀。周中的剩菜处理日，可以煮个鸭血粉丝汤。前2天剩下的半盒鸭血切小块，焯水备用。小锅热油，下葱姜爆香。家里没有老鸭汤，那就来煲鸡汤做替身。滋啦，倒进开水。塞肉的油豆腐还剩下半包，对半剪开丢进来，再加1把娃娃菜，煮开，下粉丝和鸭血块。吃的时候记得撒点白胡椒，和粉丝汤更配。哒啦！剩下的娃娃菜还可以用微波炉清炒一盘，这样呼噜呼噜吃下肚，太适合转凉的秋天了。周4啦，我们来吃清蒸鲳鱼套餐。这天下班，这几样食材现买现吃。金针菇洗干净，一半做打底，铺上冷冻里的油豆腐酿肉，加个酱汁，上蒸锅，设定20分钟。这个时候把几条小鲳鱼擦洗干净，两面各切几刀，放姜片，撒点盐，倒料酒，稍微腌一腌。第3个小碗里倒点底油，加蒜片，微波30秒爆香，放1把茼蒿和另一半金针菇，加点盐，冲开水，最后搭配玉米做主食。还剩10分钟的时候，剩下3碗一起上锅，就可以等着一锅出啦。蒸好的小鲳鱼倒在底下有腥味的汤汁，淋2勺蒸鱼豉油。想要更香一点的话，可以用葱段和热油来一个锦上添花。哒啦！开鱼季的小鲳鱼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就足够鲜美。油豆腐酿肉一口一个，豆香和肉香在嘴里一起绽放，金针菇嚼起来咯吱咯吱的，茼蒿汤特殊的清香是我的爱。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呢，当然要给自己加个鸡腿。这一天再买2-3样食材，鸡腿块按照屏幕上的调料刷腌渍。前2天的娃娃菜我还没用完，铺了一点在碗底，再码上腌好的鸡腿块。挑俩土豆洗个澡，横竖切个10字花刀，土豆和鸡腿块一起上蒸锅，设定半小时。
昨天剩下的茼蒿呢，把一丢丢面粉、全麦粉和花椒粉混匀，拌进来，让每个叶片都裹上一层薄薄的粉衣。今天例汤的食材，我选培根口蘑，非常建议先把它俩先在锅里煸的焦香，再倒进小碗，冲入开水，会比直接上蒸锅香气加倍。还剩10分钟的时候，素菜和汤也上锅。时间到，一锅出，往蘑菇汤里煎点葱花，土豆中间塞一小块黄油，再抹点盐和黑胡椒，搞定。哒哒！这个蒸菜的做法有在麦饭，在蔬菜的清爽之上，更添了一份面粉的糯与香。土豆里的黄油不一会儿就融化了，用勺子轻轻一蒯，就是一口粉糯喷香的土豆泥。鸡腿块弹弹嫩嫩，口蘑培根汤鲜得很。至于本周剩下的这几样食材嘛，到了周末呢，再教你们一个蒸锅月饼，应个小长假的。最后问一嘴，我的小碗一锅蒸系列，该不会还有人想看 4.0 吧？点赞、评论、弹幕举个手，我看看。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今天我的懒人一锅出系列来到了大集合篇，为你们奉上3款懒人便当，可蒸、可烤、可微波，全程不开火，直接端上桌，还可以装进便当盒，让工作餐选择更多。先来个黑椒牛排一锅烤便当。解冻好的牛排，抹点盐和黑胡椒，封层橄榄油，简单腌一腌。土豆、南瓜和胡萝卜切小块，装进保鲜袋，也加这3样调料，一起做个马杀鸡，倒在烤盘上。口蘑掰掉小短腿，虾花挤进来，和芦笋一起摆在另一半烤盘上，摆个烤架，铺上刚刚腌好的牛排，再来根迷迭香，加块黄油，增添香气。送入预热好的烤箱，200度烘烤15分钟。时间到，一锅出。牛排静置休息一会儿，再剪成小条，可以装进盘子里当晚餐，也可以装进便当盒作为明天的午餐。哒哒！这样烤出来的牛排能做到全熟的同时锁住肉汁，而且这一盘里蛋白质、碳水、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齐活了，工作日当做健康餐，妥妥的。第2道来个珍珠丸子一锅蒸便当。这个糯米珍珠丸子是我按照小碗一锅蒸里面教你们的方法，冷冻好的备餐，装盘送进蒸箱或蒸锅，蒸上15分钟。趁着空档洗点花菜，切点腊肠，15分钟后摆上花菜腊肠，再来一根玉米作为健康粗粮，一起入炉，再蒸15分钟。时间到，一锅出，可以直接装盘，也可以作为便当。哒哒！糯米珍珠丸子被蒸得透透的，肉末的油脂渗到糯米中，又能嚼到马蹄和萝卜的清甜爽脆，花菜和玉米甜甜脆脆，营养又健康。第3道轮到番茄意面一锅微波便当啦。意面加盐到清水没过，送进微波炉，600瓦叮个8分钟。出炉，滤掉水，加熟冻虾仁、炸薯丁和对半切开的小番茄，再来点盐、黑胡椒、橄榄油，3勺番茄酱或者番茄膏，拌匀后回炉，在600瓦叮个3-5分钟。微波炉番茄鲜虾意面一锅出。如果还想再补充点鲜味，那就来点培根和菠菜，600瓦2分钟炒个蔬菜，最后简单调个味，装进盘子或者当做便当。哒哒！番茄酸甜，虾仁弹牙，菠菜爽脆，再搭配低 GI 的意面，这款少油又滋味丰富的健康餐也超适合当做免加热便当，开胃又满足。烤香菜、蒸锅菜、微波菜，下一期的不开火料理更想看哪一个？点赞、收藏、评论、弹幕告诉我。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冷飕飕的天气里，用微波炉给你们煮个粥吧。3款甜口，3款咸口，不用开火，不用洗锅，5分钟上桌。来，带你们认识一下燕麦大家族。燕麦米是一切燕麦制品的起点，当它被拦腰切开，就得到了燕麦 2.0 刚切燕麦；当它脱下外衣，就得到了副产品燕麦麸皮；当它被降维打击，就得到了燕麦 3.0 传统燕麦；当它被降维打击后再碎成小块，就得到了燕麦 4.0 即食燕麦；当它跟其他食材排列组合后，再沐浴糖和油，就是燕麦 5.0 烘焙燕麦。适合做微波燕麦粥的一般就是这3样，记好这个万能公式，一周微波懒人粥正式开始。周1，先来个复刻经典的微波皮蛋瘦肉粥，1汤勺传统燕麦，先加3汤勺水，微波炉中高火叮2分钟，再加2汤勺水，叮2分钟，焖1分钟。这种分段加热的方式可以防止局部过热，有效避免微波炉一锅的妈见打现场。
趁着空档准备几样配菜，倒进小肉丁和皮蛋粒，再来点盐、味精和暖身精华、白胡椒。想要滋味融合的更彻底，可以回炉再叮1分钟。出炉后撒一把生菜丝，趁热搅匀。哒啦！相比于传统的大米粥底，这个燕麦粥底是绵密中略带嚼头的，有午餐肉带来满满肉香，又有皮蛋经典而独特的风味加持。关键是只要5分钟的快手粥，不用额外腌肉了，不用开火熬粥了。觉得满意，请把很可以打在公屏。周二，来一碗养生的微波枸杞芝麻粥。1汤勺即食燕麦，半点黑芝麻粉，加3勺豆浆。即食燕麦或者燕麦麸皮，加热时间可以再缩短一些。加2勺豆浆，搅匀，再叮1焖1，用红枣和枸杞铺一条养生之路。再来点坚果，哒哒！这一碗下肚，本中年少女表示超级满足，仿佛能听见我的头发在说 Nice。 周三是本人超爱的微波肉松豆乳粥。和上碗同样的粥底，不加芝麻粉，改加小半勺盐和玉米，就能变身咸口粥。如果你也是肉松新人，请扣个1与我隔空相认。马上一个太阳蛋，或者换成我教过你们的微波炉水波蛋。哒哒！加了豆浆的粥底，吃起来有点类似豆乳锅的风味，而肉松同学的加入，甚至带来了一点豆乳肉松盒子的错觉。再加上清甜的玉米粒和流心的太阳蛋，这一碗真是集齐了我爱的所有元素。周四，吃个能量满满的微波香蕉可可粥。1汤勺传统燕麦加1小勺咖啡粉，拌匀。这一碗我们可以用隔夜冷藏法，直接加入5倍阿华田，搅一搅，封个保鲜膜，冰箱冷藏。第2天早上你就 get 了一碗隔夜燕麦。想吃冷的就直接上桌，想吃热的再用微波炉中高火叮个3分钟，焖1分钟。撒点可可粉，切点香蕉，铺点坚果，撒点椰子片。哒啦！可可香醇，燕麦温暖，还有浓郁的咖啡提神醒脑，甜糯的香蕉补充能量，一整天的电量已充满。周五，来碗清淡欲贴的蔬菜蛋花粥。这碗咱们可以喝稀一些，先加4勺水，微波炉叮2分钟，补4勺水，放进香菇片，再叮2分钟。加一个打散的蛋液，用筷子迅速扒拉扒拉，来点调味，撒把你喜欢的绿叶菜，最后再叮1分钟。哒哒！细碎的蛋花让粥底更加醇厚，香菇的鲜味让滋味更加香浓，脾胃温暖，超级舒坦。周末呢，来个甜口的微波苹果肉桂粥。1汤勺传统燕麦，先加3汤勺燕麦奶，稍稍盖过燕麦，微波炉中高火叮2分钟，再加2勺奶，用上面的分段式加热法叮熟，铺上苹果，撒点肉桂，来把枸杞。哒哒！燕麦粥底是绵密且略带嚼头的，搭配肉桂的温暖气息和枸杞的养生属性，真的是我的秋冬本命。问：套用本期的万能公式，你还能开发出什么口味的微波燕麦粥？欢迎交作业或者写在评论区。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今天来奉上我的米饭备餐系列 2.0， 一起解锁一周不重样的6款懒人盖饭。刚过双11，为你们的钱包贴心考虑，每份盖饭都不会超过10块钱，冰箱冷冻，随吃随取，一周换着吃不腻，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按照惯例，还是先从煮饭开始。趁着周末煮上一大锅米饭，稍稍晾凉，分装冷冻，就是可以随吃随取的米饭备餐。周一用超下饭的豆角肉末来开启，1盒肉末，1把豆角，几个蒜瓣，简单调个酱汁备用。蒜瓣切末，豆角切丁。热锅倒油，下肉末炒到发白，盛出备用，不用洗锅。再爆香蒜末，炒熟豆角，肉末也回锅，淋上酱汁，开盖，小火焖煮1-2分钟。待会儿拌饭一绝，热一份米饭备餐，马上一大勺肉末豆角浇头，哒哒，一口下去，肉末喷香，豆角爽脆，米饭软糯，不到10块钱，有肉有菜有饭，那叫一个大满足。锅里还剩不少豆角肉末，也可以分装冷冻，随手一热，又是一餐。周二来个豆腐爆蛋盖饭，2块钱买盒豆腐，要根小葱，豆腐切块，下锅煎一煎。再拿2个家中常备的鸡蛋倒进来，蛋液稍稍凝固后，加入事先调好的酱汁，我昨天还偷偷留了一点肉末，也加进来，最后剪点葱花，搞定。热一份米饭备餐，豆腐爆蛋浇头盖上来，哒啦！
豆腐和鸡蛋滑嫩嫩，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的双重香气交织在一起，平平无奇的食材却有着超越这个价钱的美味，越嚼越香。周三这碗双椒鸡丁盖饭一定能戳中你心。今天的食材采码就3样，炒至浇头也就3步，鸡腿肉加调料，腌上1刻钟。热锅下鸡腿块，煎到略微金黄，加进青红椒圈，稍稍翻炒，简单调个味，小火焖煮2分钟，勾个芡，大火收浓，盖在一份米饭备餐上，可以花1块钱再加1个鸡蛋。哒哒，鸡丁滑嫩椒麻，米饭软糯喷香，吃着鲜米，让日常餐食也有了高级餐厅 farm to table 的体验。周四必须来吃个盖饭界的经典，下班买俩番茄，去个皮，切小块，起油锅，夸夸打2个蛋，炒得散一点，盛出来不用洗锅，继续炒香番茄块，调个味。做番茄炒蛋，你是加糖还是不加糖的流派？鸡蛋也回锅，做盖饭嘛，还是要勾个芡。出锅，来一份米饭备餐，盖上番茄炒蛋小被子。哒啦！番茄炒蛋这东西真是从小吃到大，怎么也吃不腻。简单一碗就补足了碳水、蛋白和纤维素，不愧是盖饭界 YYDS。周五来吃个超费米饭的粉红双丝，食材只有胡萝卜和火腿肠，蚝根小葱会更香。这2样食材切或者擦成细丝，细一点味道更好。热锅倒多一点的油，下葱白和胡萝卜煸炒，加小半勺盐和糖，1大勺水，开锅盖，小火焖上2分钟，再下火腿肠翻炒，撒进葱绿，炒匀出锅，盖在米饭上。哒啦！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妈妈的味道，简单的食材，简单的翻炒，但滋味绝对是1+1大于2的妙，感觉我还能再炫2碗。终于到周末了，不如来尝试个东北大饭包。采买的部分只要这3-4样蔬菜，茄子、土豆一起上锅蒸，土豆压泥，茄子丝条，再简单炒个鸡蛋，调味只要加个地道的黄酱就行。碗里先来一份米饭备餐打底，周围码上茄子、土豆、鸡蛋酱和昨天多买的火腿肠，花生和香菜是点睛之笔。啦，周末边追个剧边包个饭啃起来，岂不美哉？这个10元料理系列还有人想看续集吗？点赞、收藏、评论告诉我哟。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时隔1年，我的懒人小锅终于迎来了2.0，这回奉上的4道小锅料理还是一锅到底，15分钟上桌，每一道既可以一锅端，又可以变身亲子料理，成为解放老母亲的快手餐。第一锅，先来个酸香开胃的番茄酸汤肉末锅，基础食材也就2-3样，大蒜切末，番茄切丁。取个小锅，热个油，煸个肉末，肉末发白时盛出来，不用洗锅，直接下蒜末和番茄丁翻炒出汁，再把肉末回锅，简单调个味，炒匀后先盛1大勺出来，盖在米饭上，就是小朋友的番茄肉末盖饭啦。锅里剩下的部分加水煮开，下个米线，往年韭菜，就是大人版的酸汤肉末米线啦。再花2分钟炒个生菜，亲子餐一起上桌。哒哒！小朋友的番茄肉末盖饭酸甜开胃，大人的酸汤米线温暖熨贴。如果你家没有啊，那番茄肉末也可以冷冻起来做备餐，一锅2吃，随热随吃，是不是也很不错？第二锅，来吃奶香浓郁的奶油炖菜鲑鱼锅。食材总共这几样，小锅热个油，下3文鱼块煎一煎，煎到金黄，先把鱼块夹出来，还是不用洗锅，补1小块黄油，下洋葱、土豆、胡萝卜，炒到洋葱半透明的时候，加勺盐，撒把面粉炒匀，再加牛奶，补点清水，调个味，盖盖，中小火炖上15分钟。另一个灶头可以再加个肉饼蒸蛋，给这一顿再添2种蛋白质。小锅里的土豆炖软，汤汁收浓后，把煎过的3文鱼和烫过的西兰花加进来，拌匀，确认一下味道，搞定。时间到，再给肉饼蒸蛋调个味，配上面包，一起端上桌。哒啦！这顿亲子餐，蔬菜种类足够丰富，搭配肉、蛋、鱼3种蛋白质，营养值拉满。第3锅，吃个降温天必备的香菇肉片白菜锅。稍稍腌制过的肉片放进小锅里煎一煎，变色了就捞出来，不洗锅，补点油，下姜片、香菇和娃娃菜梗煸香，
加清水和浓缩鸡汤，盖盖焖煮。水开之后再加菜叶、肉片回锅，咕嘟咕嘟。这时候先捞一点出来，浇在细面上，再倒点汤，就是小朋友的肉片蔬菜鸡汤面啦。大人的部分呢，就往锅里再放点年糕，煮上2-3分钟。经典的香菇肉片年糕汤。如果这一餐是一家3口享用，就可以事先在另一个灶头来口大点的锅，1楼金针菇，2楼粉丝，3楼海鲜，浇个调料，盖盖，焖煮15分钟，无水海鲜煲同时搞定，亲子餐一起上桌。哒啦！菌菇、肉片和鸡汤在小锅里碰撞出3重鲜美，配着暖暖的汤头、糯糯的年糕，还有海鲜锅相伴，简单丰盛又满足。最后呢，当然少不了经典的咖喱牛肉锅啦。先把肥牛冷水下奶锅，焯个血沫，滤掉血水，再来点底油。前2锅应该还剩了一些胡萝卜、洋葱和土豆，倒进来炒一炒，下咖喱块，加清水，盖盖炖煮10分钟。等待的空档，顺便炒个娃娃菜。土豆炖软后，再加进肥牛，搭配米饭或者乌冬面。哒哒！咖喱这个东西真的是大人小孩都爱的不行，也可以一次多煮一些，剩下的第2天还能做个咖喱芝士焗饭。这一期的亲子小锅料理，实用度你给几颗星？还想不想看续集？点赞、收藏、评论、弹幕告诉我。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娃之后愈发觉得早上的时间不够用？今天呢，就奉上1周不重样的小朋友营养早餐，简单快手，10分钟就能上桌开饭的那种，懒人妈妈也能搞定。赶时间的周一，先来个经典的中式阳春面套餐。烧开锅水，等待的空档，碗里放半勺猪油、1勺酱油、一丢丢盐和糖提鲜，再剪点葱花。另一边，从冰箱取出鸡蛋，用我的电水壶煮蛋法，7分钟煮个溏心蛋。小锅水开之后，一半倒入碗里，冲开汤底，另一半水里下点面条，面煮软后捞出来，放入汤底。剩下的面汤还能随手烫个生菜。这时候溏心蛋也煮得刚好，对半切开，马上来，哒啦！10分钟就搞定了这份阳春面套餐。温暖的汤底和猪油的香气能唤醒小朋友的味蕾，溏心蛋软软糯糯的，是质朴而干净的美味。周二来个可可爱爱的 mini 松饼套餐，1颗可生食鸡蛋加牛奶搅匀，倒入1包松饼粉，搅到顺滑，再切点香蕉片拌拌匀，平底锅抹点油，铺上裹满松饼叶的香蕉片们，中小火正反面各煎1-2分钟，出锅搭配蓝莓和牛奶，搞定。哒哒！这个萌萌的迷你松饼，外层的饼皮松软中带着奶香和蛋香，内馅的香蕉软糯香甜，一口一个，应该没有小朋友能拒绝吧。周三来个省时省力的一锅蒸早餐吧，打2个可生食鸡蛋，加点盐，搅散，加1.5倍温水，搅匀，过个筛，盖锡纸，扎小孔，来一把冷冻杂蔬粒，铺上熟冻虾仁，生抽简单调个味，再来几个小笼包，一起上蒸锅，蒸至12到15分钟，时间到，一锅出。最后给水蒸蛋调个味，上桌。哒啦！杂蔬补充纤维，小笼包填饱肚子，水蒸蛋软嫩嫩的，对小朋友特别友好。这样均衡的一餐，刷牙洗脸的空隙就能蒸好。周四是高颜值又快手的太阳蛋可颂套餐，按照之前早餐 vlog 里教过你们的方法，把可颂横着切个盖子，按出一个小口袋，塞半片火腿、半片芝士，再磕个可生食鸡蛋，送进烤箱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烤上10到12分钟。趁着空档，简单弄个酸奶燕麦碗，再洗点水果，可颂烤好，一起上桌。哒啦！可颂是脆脆的，太阳蛋是糯糯的，就算你家没有娃，这个搭配也适合360月龄的大宝宝试试看。周五来摊个简单又软糯的宝宝蛋饼吧，提前1晚用电饭煲预约个南瓜小米粥，第2天早上把胡萝卜打碎，面粉里加一丢丢盐，倒入清水搅匀，打2个可生食鸡蛋，再倒入胡萝卜碎和葱花，热锅抹一点油，倒入面糊，转一转，两面各煎1分钟。盛碗小米粥，配上小番茄，就可以叫宝宝开饭哦。哒哒！这个蛋饼弹弹软软，蛋香十足，赶时间的时候带在路上吃也很可以。
终于到了周末，可以悠哉的和小朋友一起吃个蛋奶烤吐司啦！几片没吃完的吐司，去掉边边，切成小块，2颗可生食鸡蛋，加一点糖和1盒牛奶，搅散。找个容器，堆进吐司块，淋上淡奶液，浸泡一会儿，送进烤箱，180度烤上20分钟。出炉后，装饰蓝莓和糖粉，搭配到红枣银耳羹，也是我提前1晚预约的。哒哒！放松的周末，和宝宝一起吃着这个短短的蛋奶烤吐司，真的很治愈。也可以多做一点，放进迷你锡纸杯，工作日早上随手放进空气炸锅烤一烤，又是一份快手早餐。这个儿童餐系列我还是第一次更新，有人想看续集吗？点赞、收藏、评论告诉我。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入冬之后，天气越来越冷啦。今天呢，就奉上一周不重样的冬日中式早餐，简单快手，暖胃暖心，满足你们的中国胃。大宝宝和小宝宝都会超爱的。上回周一吃了阳春汤面，这回就来个葱油拌面。烧开一锅水，煮上一把面。另一个灶头呢，简单炒点青菜，煮个青菜汤。同时还是有请电水壶，表演个7分钟煮蛋法。煮软的面沥个水，装进餐盘，浇几勺家中常备的葱油，马上煮鸡蛋。煮好的菜汤调个味，加点虾皮做点缀，盛出来。再来点苹果，补充一下膳食纤维。哒哒！虾皮菜汤质朴熨贴，葱油拌面喷喷香。这份15分钟就搞定的热乎早餐，让冬天早晨的起床都多了一份动力。周二早餐还是来个省时省力的一锅蒸。蒸饺你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像我这样用虾滑和饺子皮提前包个手残友好的圆圆饺，放进冷冻，随吃随取。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放进盘子，再来2拇指玉米摆上蒸锅，取个蛋清，加点糖和奶搅匀，筛进早餐杯里，一起蒸上15分钟。时间到，一锅出，淋上桂花蜜，再搭配一份番茄青提。哒哒！刷牙洗脸的空档，丰盛的早餐就搞定啦。虾仁蒸饺，皮儿薄馅儿大，特别鲜美。戳破奶皮，里面的炖奶短短的，配上桂花蜜的香甜，暖到心尖上。周三来吃个香香软软的鸡蛋发面饼套餐。提前1晚，在大碗里把这几样材料混匀，盖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让面团和你都睡个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小火预热下平底锅，2手沾点油，就一坨软乎乎的面，轻轻在锅里按扁，中间磕个蛋，一面煎上2-3分钟后翻个面，再煎2分钟。旁边呢还能顺便煎点小香肠，一起装盘。花生核桃露是我按照这个配方提前1晚用豆浆机预约好的，倒进早餐杯。今天早餐的水果是猕猴桃。哒哒！这个蛋香发面米的柔软度，你们随意感受一下，特别适合冷飕飕的冬日早晨。花生核桃露丝滑又香浓，不管你是大宝宝还是小宝宝，都能顺便补补脑。周四安排个中式经典早餐粢饭团，提前1晚把泡好的糯米预约蒸上。第二天起来松一松饭，铺在保鲜膜上，加蛋黄肉松和榨菜，还有空气炸锅复炸过的油条块，卷起来捏捏紧，拦腰切一刀，和小番茄或油条一起装盘。吃饭团当然还是要配个豆浆，再来个果冻橙补充 VC，10分钟开饭。哒啦！喷香弹牙的糯米裹着酥酥脆脆的油条，一口下去那叫一个大满足。赶时间的话，随手带出门也很方便。剩下的油条还能蘸个豆浆，怎么样？有没有满足你的中国胃？中午啦，快手美味的爆蛋锅贴当然少不了。不粘小锅，冷锅倒油，翻出冷冻里的任何一种饺子或锅贴，马上来，开中小火，煎到哔哔啵啵底面金黄的时候，小心地倒入1/3高度的水，盖盖，中火焖煮5分钟。等汤汁收的差不多了，就打个鸡蛋倒进来，蛋液凝固，出锅。南瓜小米粥呢，还是我提前1晚预约好的，配着刚刚上市的草莓。哒哒！今天的早餐有锅贴的香脆，南瓜粥的绵软，草莓的酸甜，小朋友一定超爱。终于到了周末，悠哉的来烤个南瓜蛋奶布丁吧。贝贝南瓜先隔水蒸上10分钟，就能轻松的切掉顶部，快出瓜瓤啦。1个鸡蛋加1小勺糖和50个牛奶搅匀，过筛进贝贝南瓜里。另个碗里放一把乌龙茶，撒点糖和没过茶叶的水，跟南瓜一起送入烤箱，200度设定25分钟。10分钟后，茶叶舒展开了，
装进牛奶，继续回炉一起烤制。时间到，一起出炉，把乌龙烤奶过滤进杯子里。我还顺便煎了个番茄虾仁做配菜。哒啦！南瓜软糯香甜，有种吃蛋挞的幸福感。乌龙烤奶的奶香和茶韵交织在一起，热乎乎、暖洋洋，中西合璧版的 brunch， 冬天一定要安排上。这个一周早餐系列，还有没有人想看 3.0？ 点赞、收藏、评论，告诉我。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今天我要带你们解锁这款低糖低油又免烤的全麦马芬，在家实现1周7天麦满分自由，冰箱冷冻，随吃随取。忙碌的工作日早餐最快只要2分钟。这支全麦麦满分不用烤箱也能做，全程只有2分钟。食材总共这几样：温水，加点蜂蜜，激活干酵母，再把干料混匀，倒入酵母水和一丢丢油，刮它搅到看不见干粉。简单揉个1分钟，放进冰箱水和半小时，让面筋自动成型。再揉1分钟，发酵1小时，排气，分成8小份，每个小面团滚圆，到全麦粉里蘸一蘸。如果把面团稍稍擀开，撒点芝士和芋泥裹起来，就能变身芋泥芝士爆浆包。2发半小时，找出家里的平底锅，小面团收口朝下码进来，稍稍按扁，盖上锅盖，小火焖煎5分钟，翻面，再煎5分钟，最后关火焖5分钟，搞定。家里有烤箱的同学就盖层烘焙纸，压上烤盘，180度烤上15分钟。做好的全麦马芬，用叉子戳一圈再掰开，切面会更加蓬松有口感。周1周2来吃猪柳蛋麦满分，趁着周末简单调个肉馅，压成肉饼，再把肉、蛋和马芬一起煎一煎，加片芝士组装起来，就是超经典的猪柳蛋麦满分。这款麦满分可以早上起床现煎现吃，也可以提前做好，不加芝士，裹上锡纸丢进冰箱。要吃的时候空气炸锅复热一下，就是周1周2的备餐。周3周4来吃另一款经典。周末的时候用屏幕上的调料提前腌个鸡腿，丢进冷冻，早上起来煎一煎，跟生菜和奶酪一起加进全麦马芬，就是同样经典的板烧鸡腿麦满分啦。哒啦！鸡腿弹弹嫩嫩，生菜清爽脆口，麦满分麦香十足。周末也可以直接做到煎鸡腿这一步，裹进锡纸，就是周3周4的备餐。周5周6我们来吃个甜口的芋泥芝士爆浆包，这款周末做好直接丢冷冻，早上起床放进微波炉正反面各叮1分钟，就能恢复松软啦。掰开看看，芋泥绵而密，芝士会爆浆。赶时间的话也可以配个牛奶随手带出门。至于周日嘛，麦满分还可以搭配个悠哉的 brunch， 烧个水，加点白醋，搅出漩涡，放进1颗可生食鸡蛋，做成水波蛋，复热一下麦满分，再简单炒点配菜，码上水波蛋，再淋上用这个方法做的荷兰酱，纵享丝滑。哒啦！外面68一份的 brunch， 在家轻松搞定。本期的食谱配方都在这里啦。我是贝果，记得关注我。